大家好，有印象的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当初小玉西瓜在此先进行育苗啊，育苗后原本是要直接播种在这个位置啊，后来改成移植到前院去啊，因为有了重新安排，所以在这里多搭一组束带棚架，用束带固定的速度会比较快，也比较简单呐。搭设棚架的时候，最好有个挖洞的工具啊，这样竹子支撑插进土里，就马上相对稳固啊。至于有多稳固呢？没有经过台风的洗礼都不好说。上横杆的时候，从下方先固定，下方固定住，再往上进行固定，会相对容易啊。而用束带固定时，先别一次拉紧到定位啊，这样才方便等一下再调整横杆水平的高度啊。一共搭了3层啊。由于这是要搭设 M 字形棚架，对面比照办理，再做一组，好连接起来。2组都搭好之后，就可以仙人指路般的调整一下横杆的高度啊。若是要整齐一点，就可以站远一点啊，再目测一下进行调整啊。横杆的目的是要方便作物攀爬固定啊，若是有挂果需求，也方便使用啊。而这内部的规划是在杆子旁种植洋香瓜跟水果小黄瓜，采用直接播种的方式啊，
内部的大部分青葱则会移到前院种植只会在竹子的中间各种一丛青葱希望能有取代万寿菊驱虫的效果。播种后是全部很快就出芽了，只是嫩芽太细不知是被鸟或瓜鸟吃掉了。最后只剩下洋香瓜跟水果小黄瓜各一株了。不过只要还有就有希望继续留种下来。内部青葱移植后，靠近外侧种植的位置进行垫高，内侧靠近砖墙的位置则在土里添加了有机质的动作添加有机质的同时，还顺道淋上酵素，最后才进行覆土目前为止，有机质与酵素帮助作物生长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闲置的空间则又补上3株全齿小黄瓜，只是进入雨季，幼苗就只能更随缘了。第一波的降雨后，水果小黄瓜与洋香瓜不但没有受到雨水的影响，2株都还同时继续开着花。这需要补上物理性的诱捕果实蝇的粘黏液只是雨水又紧接到来，就顺其自然而日前补上的3株全齿小黄瓜幼苗，一株被雨水冲刷到变成裸根一株叶子完全被啃光了，凶手是瓜鸟的机会就更大了。只能说生不逢时间隔2-3天后，第2波降雨就又来了。在没有日照下，水果小黄瓜是有继续长大，但果不其然，已经遭到果实蝇叮咬而变形至于洋香瓜，竟然有自然授粉成功不过这都只是充当留种的需求等降雨结束后再进行调整反正下雨就是采收就好了，草就先让它们继续蔓延生长这也是把时间安排去做狗屋的原因另外，连续的降雨很有淹棚杀虫的效果，很大的契机是可以淹死土里的跳虫跟虫卵天气转好之后，或许是小白菜容易种植的时间点再来试试看。谢谢收看。